去年啊，我们拍过一期暗访猫粮工厂，来看过的扣个一哈。那很多人看完特别惊讶，我们也被投诉啊，威胁了很多回。其实这个行业呢，都有好也有坏。像最近呢，山东一家啊全国出口量第一的猫粮工厂，就邀请我们去参观。那据说啊，探索频道都去过，就是拍贝爷荒野求生那个纪录片团队。那我们呢，也要去一探究竟。如果你是一个宠物产业的一个业内人，那么你一定知道麦富迪这家工厂。这套温格尔设备啊，据说价值1个多亿啊，国内呢只有他们有啊，属于是美国禁止出口的技术。他们当年啊，据说是拆成零件，偷偷的一点点运到国内啊，太狠了。温格尔呢是将鲜肉啊经过0到50度啊瞬间升温乳化，然后再采用双轴的这种滚揉技术，结果呢再使用这种膨化技术，将乳化好的鲜肉啊、果蔬啊等等这种营养物质啊进行滚揉熟化，然后呢形成了不同造型的这种鲜肉的这种颗粒，这样制出的猫粮呢，猫咪呢特别爱吃。Nice。洗到脸啊，装整理的平整啊，老干净了已经。对。这个环节就是第一步，这个就是说，从说附近有一个山东的一个食品加工厂，他们对，运输到我们这里，我们是第一时间把它经过我们的设备把它做成肉浆。肉浆，就是说很细腻的肉浆，就把它给搅碎了啊。对，这都是人可以吃的。通过我们的设备，然后通过我们的管道打到我们的0到4度的一个暂存库里面，然后生产车间在第一时间就把它用掉了。冻干呢，他们目前呢是比较业内推崇的一种主食冻干技术啊，就是需要差不多24小时以上的这种超低温冻干，它能够最大程度啊保留这种生鲜的状态和营养啊，是目前呢最贴合生骨肉喂养理念的这种低温干燥方式。而且他们这种机器呢都非常先进啊，全程这种智能中控，哪怕出现一点点微微的这种偏离呢，都会发出预警。太冷了。其实冻干呢，它也是干燥的一种方式，它就是通过升华水的固体直接升华成气体，然后所以说冻干完的产品呢，它的酥脆度是特别好。试问有几家工厂有实验室的，而且还是 CNAS 国际认证的？当然了，毕竟他们是给什么沃尔玛很多大品牌代工的，所以呢必须是国际标准啊。那工厂呢，为了能够更好的研发猫粮啊，还搞了一个宠物营养与研究中心，就是研究各种不同的猫啊，它们的饮食习惯，尤其是在 buff 喂养这种理念基础上呢，他们还设计了94%的鲜肉猫粮加6%的 buff 主食冻干的配方。这种配方呢，算是他们比较独创的，可以让猫咪的营养和毛发呢都非常健康。来弹幕一下啊，你们相信猫吃的食材人也可以吃吗？来工厂之前呢，我跟你们一样啊，我是真的不相信啊。其实不信的原因呢，无非就是说觉得，我们人吃的东西很贵啊，怎么可能舍得给猫吃呢？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变了，对吧？猫粮的价格呢，也可以卖得很贵了啊。
进口呢，其实这个年代没什么了不起的啊。像我老爸在农村养猪，我们家猪吃的玉米都从美国进口的，甚至比我们国内还便宜。这个呢就是他们那个 buff 的这个生骨肉冻干，它里面呢是含有75%的鸡肉，然后还带10%的带骨肉，还有10%的内脏。你像猫在野外，如果是抓这种野味儿，它肯定是连肉、连骨头、连这个内脏全都吃掉了。它是模拟这种野外的这种生存模式。它在里面还添加了这种益生菌，益生菌咱们都知道，像人如果说你肠胃不好拉肚子，都会吃益生菌。大家在买猫粮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看这个配料表。那我们看包装上的配料表呢，一般呢看这个靠前的前3位啊，这个是呢主料。你像它这个主料第一位写的就是鲜鸡肉15%。你像有些便宜的猫粮呢，里面是谷物。正常的话呢，猫呢它是一个食物动物，它是不喜欢吃太多谷物的，就是说比如像玉米啊，或者说大豆啊这种什么淀粉。那它这一款猫粮里面就是完全是没有谷物的，零谷物的。你们可以看看很多便宜猫粮前面都是什么小麦啊、玉米啊，就是谷物。那还有很多知识点啊，大家看图好吗？作为一个7年的铲屎官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所有的家长们，麦麸迪的品质真的没得说啊。那我们家小本子也在吃，不然我想我不会